你们这群畜生！不要！求求你们放过巨狼，你们去找景阳公主。找死！那是焦良大将军要的人，岂是我等能碰的？景阳公主不能碰，不是还有2位嫔妃吗？那2个一路上早就腻了，刚好换换口味。我不是在末世躲避外星异族的追杀吗？脚镣，这不是我的脚，我穿越了。景阳可是姬乐皇后唯一的女儿，是我们燕国最高贵的公主，第一美人。你们就不想一睹她的风姿？赵校尉，要不你先来？庶子，尔敢！周睢，有力气不如想想到了梁城怎么跟大将军求饶，以免被五马分尸。求您放过景阳公主！你一个4人监也敢拦我的路？给那焦达子做玩物可惜了，不如让我先谢玩一番。我是燕国6公主景阳，国破家亡，被当成战利品送给焦良。把他们都干掉，如何？诺。嗨，这里来2个人呗。喂，我不是人啊，我就问你，我是不是人啊？谢了。还活着吗？自己找吃的，处理伤口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您在哪儿？都是奴的错，奴没保护好您。我在这儿。公主，你没事儿？把东西规整规整，我们要尽快离开。诺。我刚刚不是有意的，我就是被吓住了。没关系，我不在意，因为人死债消。你放心，你的虚郎，我一会儿就送他下去陪你，让你们做一对快乐的鸳鸯。公主，他们身上可能有铜钱，奴就想……你做得很好，继续。公主，如今只有南面的4州还在大皇子手里，是唯一能庇护我们的地方。下一步去4州吗？不，我们去梁城。你说什么？焦良不是要我做他的玩物吗？刚好我也想去梁城补充物资，我倒想看看谁是谁的玩物。公主，我们满打满算就5个人，还带着他们3个，您确定？如果你想去4州投靠大皇子，我不拦你，但他守不住4州，转头就能把我送出去换安稳。臣愿跟着公主去梁城。附近有水源吗？前面2里地有条小溪。好，把战场清理了，刀剑兵器全搬马车上，以后用得上。诺。公主，奴一共摸到了1贯钱，有206个铜板。很好，粮食、水囊和做饭的鼎也都搬上车。诺。求公主带上妾，求公主不要扔下我们。左边是风美人，右边是刘才人，他们在宫中为人老实，能断文识字。想在这个乱世建立自己的势力，能识字的人才必不可少。准。你们各自洗洗，吃点东西，2炷香后再出发。诺。25世纪异种入侵，人类建立空间储备物资。空间储备物资，资料和种子都在我这里。但在如今这个乱世，我的物资只够我一个人吃10年。要想建立势力，这点粮食远远不够。既然要去梁城，那就先把焦粮的粮草全收了。
公主，以后不要叫公主了，叫我女郎或是六娘子。诺。董司，去路边找找，看能不能捡份户籍。公主，这进城需要凭证，捡现成的省市。诺。三角眼，年龄倒和周虽差不多。这板车太惹眼，附近可有藏匿之处？前方3里便是长玉山，林密可藏。好，今晚就在长玉山住夜。明天一早，我和周岁换装进城，你留在这里守着他们。另外，叫我赶车。公主金枝玉叶，怎能做奴仆的粗活？把眼泪憋回去，不然别跟着我。诺。这鬼天气，一大早就热死了。我看你不是热的，是被昨晚榨干了吧？绝了！焦族占了梁城也不错。以前那些高高在上的贵女，现在老子一天换一个。可惜郡守家和陈家的娘子都被焦良大将军挑走了，城西那万人坑的尸臭味还没散呢，咱们能活着就不错了。也是。对了，听说了吗？今天姚氏要被发卖了。郡卫家那个小将军，当初把焦族骑兵杀得屁滚尿流，现在还不是像条一样。听说大将军的女儿焦珠看上他，他倒好，骂人家身上一股洋粪味儿。结果呢，脸被划花了，琵琶骨也刺穿了。今天发卖，活该。这些守兵竟全是汉人。你家其他人呢？都没能坚持到梁城。你是牛狗鸭？是的，官爷。进城，每人20个铜板。官爷，以前进城只要1个铜板啊，能不能通融通融？梁城现在是焦良大将军掌管，要进就进，不进就滚。哼！可有见到定阳来的马车和士兵？没看到，一早上咱们都盯着呢。看路面痕迹，路上耽搁了。现在流民多，按时间昨天就该到了。派一小队去查路上痕迹。阿强，走！还在开店的是焦族人，是汉人。焦族人不善经营，他们攻城后先杀军防，再杀一批平民立威，剩下的就是劳力和可移动的粮食。难怪早上进城没见有人出城。听话的留下干活，不听话就杀。这世道，吃人都不新鲜。城里的富商和权贵呢？早跑了。留下来的，要么交出全部家财苟活，要么就是死。不摸清这里的底，没法动手。继续。这3个人，嗨，那摇碎琵琶骨都给焦珠串了，买回去还能用吗？他被刺穿的是琵琶骨，放心，肯定能用。说的我心痒痒。多少钱？女郎说了，需要白匹绢。都成这样了，还要白匹绢？普通人自然不用这个价，但他可是姚穗郡卫家的郎君。有何不对？我们能买下他们吗？他是梁城郡尉姚冲之子姚穗，姚冲为国捐躯，姚穗少年成名，杀过无数焦族人，如今他却像牲口一样被叫卖，这是姚穗的悲哀，也是燕国汉人的悲哀。我不懂，将领不应该杀掉吗？他们不怕养虎为患？收服不了的将领通常会杀掉，现在把他留着当街买卖，只怕还有什么后手。你的提议不错，不过我们要先弄套衣服。就我们现在这褴褛样子，说有白笔绢都没人信。这是丘宁陈家的嫡长子陈曦，这位平北将军家的二子谢南萧谢小都统。呸！你这个卖饼肮脏货，吾等不屑与你为伍。以为你还是当初的小都统吗？你也就这点本事了，有种杀了我！死了的我可不要。
3人你一起要的话，总共100匹绢。行，不过我们没带那么多钱物出来，你带人跟着我去我家去。哼，这3人我看也走不动了，你们得帮我一起送到我家去。成交。你们到底住哪一片？还有多久能到？路途遥远，要加钱。行，一会儿给各位些辛苦费。哼！你们到底住哪上哪家？到了。你们，你们是谁？我是周睢，这位是六公主锦阳。我们现在需要尽快离开这里。你们熟悉良城，可有什么地方供我们落脚？去我父亲的寺院吧，距离这里不远。是这里吗？你们怎么上来？在里院，小书房，有地窖。景阳公主还没到。是，今早交虎校尉已到城门口问过。你说公主的肉会不会比较香甜？据说景阳貌美无双，肉味自然比普通人美味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最喜汉人贵女，肌肤娇嫩，身姿柔软，叫声凄厉。哈哈哈哈！等六公主到了，我就食了洛三娘子和陈五娘子，2个多月早已玩腻，不知肉味如何。大将军食之前，可否把洛三娘子赐给臣？臣见之难忘，也想把玩一番。准！立刻派一队人马前去查看情况，务必保证景阳公主今天能到。我等不及了。药是上好的金疮药。等等，清理伤口用我们水囊里的水，省点用。这水放了2个多月，很可能已经脏了。他们需要补充体能，食物我们带的不够。我出去找人家买点食物。我去吧，你们在这里待着。你们到底是谁？我是周睢，我们以前见过，我的声音你应该听得出来。你真是周大将军！我们定阳真的败了，我们燕国没了。我现在出去找点食物，你们尽快补充体力。晚点有一场硬仗，希望你们不会成为我的累赘。硬仗？什么硬仗？你觉得我特意进来梁城是做什么？当然是干掉焦良。大将军，你确定她是景阳公主？附近哪儿住的人比较多？最好是富裕人家。最近的富裕人家，只有梁城最大粮商曹睿的粮仓。帮他守粮仓的是他七弟吴恒，中午必然会15时。焦良不抢他的粮食。焦良进城时他就降了，上交了2000担粮，还把郡守和我陈家老弱妇孺的藏身地全卖给了焦良。那我就去他家吧。这是私宅，小娘子快快离开。2位大哥，我找厨房的二丫，能否帮忙传个话？什么2丫3丫的，我们这厨房没这。你怎么会？
守门的二狗子和他同伴不知怎么昏迷了，你们快去看看。哼，你是哪个院子的？我才是二狗子，是张山和李牛。我是小厨房新来的，人没认全，对不住，你们赶紧去大门口看看吧。我怎么感觉有些怪异？那碧儿没穿厨房的衣服，不是说了刚来的吗？估计衣服还没做好，赶紧走。你谁呀？哪个院的？怎么来厨房？没事儿，我来借根烧火棍。孤恒的伙食真不错。你这婢子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不知道这不能来吗？我知道，我就是故意来的。你说什么？找死！周老五，你不会是看上这婢子想表现吧？你这抖的不对，女人可不喜欢这样。你怎？陷进喧哗，不好了，厨房的人都被打晕了。既然都乱了，不如更乱些。快来人啊！走水了，粮仓烧起来了！快救火！里面可是狼主的粮食，动作快点儿！快点啊！可惜没碰见乌恒，不然连他一块点。在梁城竟还真有人敢杀我们鲛人，反了天了！会不会是姚家或是陈家的人干的？切，不可能！嫡系旁系全清理干净了。要我说，鲛珠就不该留着他们三人。姚穗的琵琶骨都被刺穿了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鲛珠根本没打算放过他们，卖掉他们只是羞辱的第一步而已。什么意思？不管谁买了他们，鲛珠都会派人监视。如果主家把他当狗用，羞辱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如果主家心疼他们，让他们以为逃脱了控制，把他们从云端再次打落泥潭，真够狠。可惜出了意外，不但没监视成，连许沁他们都被杀了，姚穗三人也没了踪迹。那三角眼妇女到底什么人物？怎么就把7个人给杀了？那边怎么回事？怎么冒烟了？好像是曹宅放粮的地方，走去看看。离寺院太近，在这里动手容易把人引过去。女郎，你是怎么带回来的？您受苦了。花了1个铜钱，让2个女童帮我拿到附近巷子，我再分次拿回来，你们自己盛。应该的，女郎自便。这些餐具留着，我们现在太缺物件了，要啥没啥。地窖气味散的差不多了，你们下去好好休息，养足精神。
一个金饼半斤重，稻谷和小麦加起来有1300多担，还有面粉、大米、大豆、几十件金器和几百匹布料。有了这些粮食，总算不用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了。可惜油盐不多，等有机会得去焦粮的粮仓看看。她真的是景阳公主？是，跟做梦似的。我以为要死在那鲛珠手里，没想到公主不但救了我们，还给我们带50。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公主。她为什么杀人如此利落？身手是跟谁学的？公主自幼在隐山寺长大，跟着高僧习武。想不到景阳公主竟是个武学奇才，我感觉我都不是她的对手。周大将军，公主她真的貌美无双吗？大门的封条完好，围墙也没血迹，人怎么会跑这儿来？能杀掉6个兄弟的人绝不简单，都搜仔细点。这厨房一眼看到头，总不能有地窖吧？到处瞧瞧看。你是不是傻？那上面全是柴火，地窖入口要是设在那儿，谁垒的柴火？哎，我就瞧瞧，万一真在这儿，不就立功了？这院子以前可是富商和官员爱住的地段，安静。粮商曹睿的粮仓也在附近。嘿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他的粮仓被烧了。真的假的？听说烧得干干净净，啥也没留下，厨房也出了事儿。曹睿急得跑去大将军那儿哭诉，可大将军现在忙得很，根本没空。大将军忙什么？听说是因为从定阳来的什么公主，还有周虽没到梁城，早上已经派人出城去查了。给我查！我倒要看看是谁敢抢我的人！已经派精锐骑兵往南方追了，只要对方没有骑兵，肯定能追上。不会是四周的江纯小儿派人来的吧？不太可能。景阳公主自小养在隐山寺，和这些兄弟姐妹关系极淡，她也没胆子为了一个公主和我们作对。路上没发现有用的痕迹，逃荒难民多，路又干，痕迹早被践踏没了。朱二那边什么情况？姚穗那3个人都被救走了。是，会不会是救了6公主的人，又潜入梁城救了他们？曹睿找我哭诉粮仓被烧，难道也是这伙人干的？烧粮仓是为了让城中百姓断粮，引起混乱。加派人手，把我们的粮仓仔仔细细守好。诺，大将军，郡守府也加强警戒了，我怕他们对您不利。哼，要是他们敢来郡守府最好，我定让他们有来无回。行了，下去吧。说，陈大郎是不是找过你？不说话是吧？女郎，您没事吧？无事，人撤了，下去说。这里是梁城粮仓，共20座，焦族驻军大约5000，加上降兵500-600。不过现在正是收粮季，城外的兵营人手不会多。不错，今晚行动暂定戌时末出城，你们到时做好准备。公主，我想参与行动，我妹妹还在郡守府，我想带她一起走。我也要参战，我要亲手杀了焦良和焦珠，请让我们参战，能杀一个是一个。你们的身体能行，如果拖了后腿，我们不但杀不了焦良，还可能全搭进去。臣以性命保证，绝不拖后腿，就是死也会让公主安然出城。臣绝不拖后腿，绝不拖后腿。准了，但必须听从安排。焦珠可以留给你，但焦良得给我，他大有用处。诺。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？请问公主，您下一步作何打算？我准备往北走，如果没有意外，去丰州的歌凤。歌凤？对，那是苦寒之地，取赵人的驻军必定不多，我们有机会拿下它，有了地盘就有立身之本。可是大皇子在南方的4州，我们为何不去投奔？4州四面受敌，他守不住。退一步说，就算守得住，就一定会庇护我吗？其他各州要么落入蛮族之手，要么被自立为王的人占据，去哪儿都不会有好下场。我们现在无处可去，更无人可依，唯一能靠的只有自己。既然决定反击，那为什么选择歌凤？一则以我目前的实力，只能占下那苦寒之地；二则占下东边郡县，丰州便有一半在手，可暂偏安。丰州人口稀少，没人口就没兵力，没劳力。公主可曾想过这个问题？乱世人命最不值钱，只要我有粮有钱，人口早晚会多起来。那公主的秦莲从哪儿来？周大将军不会以为我父王和母亲什么都没留给我吧？陛下和皇后娘娘竟早有安排，
陛下对公主当真是拳拳爱子之心。他那300多个老婆，30几个孩子，估计连我是谁都记不清。这锅只能让他背了。臣愿随公主去割凤。若公主不嫌，臣亦愿随公主去割凤。若公主不嫌，臣等亦愿随公主去割凤。好，既然决定了，有一个问题需大家决策。出城时，我们分3路，还是一起行动？为何要兵分3路？我们人少，姚虽又有伤，一起杀出去才最稳妥。公主是想救下城中百姓。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如果不杀焦良，城中百姓或许还能活，但他一死，焦人必会迁怒屠城。西门偏僻，几乎已无百姓居住，不考虑。我们分南门、北门、东门而出，路上大声告知焦良已死，蛮族凶残，聪明点的人知道焦良死了，必会跟着离开。我开城门，算救他们一命，端看个人选择。可一旦分兵，我们的危险会翻倍增加。城中守军分散，对我们威胁不大，真正的威胁是城外10里地的军营，晚上路不好走。等城里人去兵营通报，再带救兵回来，起码半个时辰。只要我们速度够快，我们和城中百姓都能在救兵到梁城前出城。我赞同兵分3路。今天本来没轮到我，硬是给拉过来看守。没办法，讨债粮仓被烧了，大将军担心才加派人手。也是，汉人逃的逃，死的死，庄稼也没剩多少了，全靠这儿了。15栋粮食，5栋油盐，全到手了。走水了，走水了，快灭火！走水了，快！那个矮个子，干嘛去？赶紧过来灭火！我去搬救兵，你们坚持住，我很快叫人来。那你快点儿，这可是粮食，烧没了我们都得完。什么？速派人去灭火！已经派了2支人马过去，将军放心。大将军，出了何事？粮仓走水。大将军，属下愿去支援。准，你速去。是。查，给我查清楚原因。是。你是哪个营的？粮仓都走水了，你们怎么不去灭火？我们没接到调令啊。你怎么？东门城楼是梁城制高点，只要拿下那里，整个郡属府都在我的射程之内。这火势想救下，只怕不太容易。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怎么就着火了？希望大将军能尽快派人去灭火。不确定，我们守好城门，恐防有变。谁？粮仓走水了，大将军让你们速派小队人马去灭火。快，情况紧急，大将军那边抽不出人手。你是哪个营的？我拿腰牌给你看。快上当了！竟敢来我们城楼，看我一锤锤得他脑袋开花！
怎么了？妖术是妖术，有妖怪！什么妖怪？人抓到了吗？他们都中邪了，一定是妖术。哼，我绿山从不信这些，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装神弄鬼。哼，别碰他们，不然……贼子，找死！公主说的她能干掉焦良是真的吗？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郡守府不乱，我们根本就没机会救人。相信他，他说烧粮仓不就烧了吗？确实厉害。子弹不多，必须省着用在刀刃上。粮仓是烧了，兵力被牵制，焦良此时应该在议事厅商讨对策。到底是谁有这样的实力？要让我知道是谁干的，一定让他尝尝五马分骨的滋味。来人，有刺客，有刺客！打雷了，刚刚是打雷了，我们被雷劈了。不可能是打雷，立刻查，府中加强警戒。诺。大将军，此地不安全，不如换个地方。大将军！他被干掉了，我也被锁定了。算你们跑得快，关进一死，梁城这潭水就算彻底搅浑了。快，有刺客，去城外军营调大军过来。成了，焦良真的死了。他们慌了，动手！快，调弓箭手来，干死他们！外面乌漆墨黑的，往哪儿干？我们在明处就是靶子，那就把门口的灯笼射下来。灯笼没了，我们自己也变瞎子。大将军都没了，还怎么打？分头去找别的门跑。一刻钟后在马厩交汇，我跟陈曦去救陈子，你们去杀焦珠。好。这大晚上的，谁在街上骑马？反正我穷。看来周岁他们已经进去了。开门！我是大将军麾下大魔王，前来支援。你大魔王来了，还不快开门！大魔王谁呀？没听过吗？没听过，敢这么嚣张，肯定是咱们的人。
开个封看看。看什么？快开门！小红，你要跟我走吗？行，想跟我走就在这等着，我很快出来。我不信，不可能，我阿父怎么可能会死？去打他的人回来没有？还没回来。废物，这点事都办不好，要你们何用？阿父竟然遭了天罚，那我会不会也有天罚？那些被我划花脸、扒光挂在城楼上的汉人女子，死在我手里的起码上百人。谁在外面？是你们，我阿父是你们杀的！交给我。你别过来！你杀了我你也出不去，我们郡守府有上百府兵。上百府兵。这是替我阿娘打的，这是替我阿姐打的，这是替我3个妹妹还你的，这是替姚家打的，这是替骆家打的，这是替陈家打的，这是为梁城所有死去的将士与百姓。走吧，时间不多了。走。这是人力所能做到的，怪不得那些人那么慌乱。走，去书房帮公主多拿些财物。潘龙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这是我父亲的银面。这些都是他们战到最后死亡的证明，不能留在这里。静安室，拿不完，只拿煎饼。分段绑，小腿绑一段，大腿绑一段，腰带勒紧。够了够了，硌着我了。后方走水了，大家快去灭火！兄长，你真的还活着？走，兄长带你出去。不，我不走了，你快走，我这样污浊只会拖累你。时间不多了，姑娘，陈家就剩你我兄妹2人，在我眼里，你一如既往是以前的你。你不走，我便死在这里陪你。你是陈大郎，能带我一起走吗？她是洛三娘子，我可以带你出城，但出城后能不能留下，我说了不算。能带我出城已是万幸，若主事人不愿，我自会离去，绝不纠缠。焦良已死，各位娘子早做打算。那个人真的死了吗？死了，姑娘别怕，闭上眼，不要看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焦良真的死了？哼，不可能，焦良大将军怎么会死？分明是妖言惑众。可是外面全乱了，我走水了，大家快看，郡守府走水了！一起走吧，有个照应。吃人的世道，出去了还指不定便宜谁呢。好东西。
怪不得外头库房那么空，全程私产。好皮子，便宜我了。你要不坐马车，我能坚持。这些都是好马，能带走一匹是一匹。何况出去必有一场恶战，起码更能发挥我的实力。驾！队长，怎么不拦？现在出府的马车都很可疑。拦？拿什么拦？用命吗？再说了，谁知道车里坐着谁？万一真是我们的主子，拦下来就是找死。对，车里很可能是女郎。唉，大将军都被杀了，咱们应该好好找到出路了。小红，跟上！听声音怎么感觉后面跟着不止一匹马？焦良被杀，焦良已死。北门、东门、南门大开，需出城的尽快准备。焦良被杀，焦良已死。北门、东门、南门大开，需出城的尽快准备。焦良被杀，焦良已死。北门、东门、南门大开。周王，怎么办？焦良真的被杀了，我们怎么办？你先整理行李，我去问问我大兄。要快，贵重的东西和粮食带着，其他的能舍就舍。还有，把孩子们都叫起来。哎，你快去，我马上就整理。焦良被杀，焦良已死。北门、东门、南门大开，需出城的尽快准备。五娘，忍忍，我能行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大将军没事吗？这火光怎么越来越近了？队长，城里已经彻底乱了，到处都在放火抢东西。咱们南门是不是？慌什么？上面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出城，死守南门。有人硬闯，放箭，把火把灭了。凭声音射击，别让他们靠近城门。冲进门洞。周大哥，城门还没开。你们先开门，我去把上面那些碍事的解决了，也算是替城里的汉人把这扇门开到底。他们进门洞了，准备迎击。只要他们一开门，就给我放箭射死他们。在后面！开了。生路已经给他们打开了，就看他们有没有命逃出来了。连出逃的时间都算好了，烧粮仓分散兵力，杀焦良，让城中群龙无首，再烧郡守府，彻底搅乱局势。这一步步，竟硬生生在死局里砸出了一条路。什么人？找死！
给我上！马硕，你是姚穗，你琵琶骨都穿了，还能回得动射？今晚的乱子果然是你们搞的，受死！你没事吧？要不你上马车，城门我来。走。我们当初或许选错了。队长，难道真是汉人干的？燕国都没了，谁还能闹出这么大动静？是谁我不知道，但肯定和今天逃走的姚税他们脱不了干系。我们逃吧，我们手头有兵器，家里还有点余粮，出城总比那些普通百姓强，总能有一条活路。对，焦人要是怪罪下来，肯定不会放过我们。现在趁乱逃跑是最好的时机。弓箭准备，可能是敌人。闪！有敌袭，放箭！老姚，你怎么了？发烧了。你怕吗？怕，希望他们能顺利。好像有马蹄声。董思仁，你快躲起来！董思仁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女郎呢？女郎在马车里吗？不在，女郎在后面。先把你的马车赶到路上，人一到齐，马上出发。女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老姚和老谢还没到，我们只等一刻钟。女郎，这马自己跟来的。他们很有眼光。女郎，老姚他发烧了。伤成这样还不忘敛财，烫得吓人。把姚小将军搬到董司车上，风娘子、刘娘子帮忙照看。总不能让女郎一直养我们，所以这里离梁城太近，不能久留，立刻出发。女郎，一会儿我给您赶车，您好好睡一觉。我来赶，女郎去歇息吧。董司，附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好嘞，这。你们怎么了？我可算知道什么是倾国倾城貌了。给女郎添麻烦了。你好好休息，尽快把伤养好。女郎，下一步怎么打算？这附近可有适合伏击的地方？女郎，
您是想打伏击？杀了焦良，他们必有追兵，我们跑不过骑兵，队伍又带着伤员需要休整，不如守株待兔。前面几里有一处陡峭峡谷，易守难攻，非常适合埋伏。对，那峡谷后面树木茂密，还有溪水，正是休整的好地方。行，那就去峡谷，出发。董司、风娘子、刘娘子，你们3人负责做早食，谢南萧负责外围警戒，晨曦卸车放马。诺。周睢，跟我去勘察地形。女郎，我是梁城骆家三娘，昨晚后延跟着陈大哥逃出郡守府，救命之恩感激不尽。只是，可否让我继续跟着你？昨晚情况紧急，没顾上说。她是梁城郡守之女，昨天和陈五娘子一起带出来的。留在队伍可以，但必须绝对服从命令。第二，若胆敢做对我们不利的事，我绝不轻饶。这2点你务必记住。谢女郎收留，我必遵从于您，忠心于您。去照顾伤员吧。这2只鸡煲汤，给大家补补身子。餐具重新洗干净，再烧些开水。以后队伍里任何人都不准喝生水。女郎，奴不会处理。我来吧，我会处理。交给你了，顺便教教他们。女郎放心，我必认真学。我们也学。女郎，这几个位置在谷底几乎看不到，很适合作为潜伏地。就定这几处。您先回去休息吧，我在这边盯着，有情况立刻通知你。辛苦了，早时候我来换你。女郎，我真的尽力了，鸡我处理了，灶我垒了，火我也起旺了，哪知道刚交给他们就搞成这样了。没事，你去峡谷山顶的北面盯着，这边交给我。是。女郎，让奴来吧，奴能做。女郎，隐山寺的秃驴是不是欺辱您了？整天让您干这种粗活是不是？那帮死秃驴死了也是活该。皇后每年给隐山寺那么多供奉，他们竟敢阳奉阴违虐待您。按我刚刚的方法，再挖几个灶，蒸饭煮菜同时进行，尽快做好。诺。有事儿。姚郎君又开始有些发烧，我想去山里给他采点草药。你懂医术，我阿父是医者，他教过我一些普通伤寒退烧的药方，也认得一些草药。怎么了？没。那你看他的情况需要哪些药，我给你拿。柴胡3钱，黄芩2钱，甘草1钱，还有一个药鼎。拿去包药。谢南萧，下去吃早食休息。洛娘子、风娘子，你们主要负责看着北边会不会来人，还有驻扎地的入口，务必守好了。有情况尽快告知我。诺。诺。周岁，你去休息。诺。没信号还能自动感应到这个世界的日期，空间里不能放活物，连开机的手机都放不进去，每次看时间还得重新开机，太麻烦。还是这个方便。
全是逃难的百姓，看来梁城逃出来不少人。去临县后，必须立刻采买熟食。这几个人连包子馒头都不会做，后勤太拖后腿了。还得买些青壮年。周睢和谢南萧这2大战力，绝不能一直消耗在赶马车和干杂活上。女郎，石头备好了，到时候让大家一起推。辛苦了，先吃午食，吃完准备迎战。女郎，这是我们从梁城带出来的金银，全交由您来调度。给我，我车里带了钱粮，到了临县我会买，这些你们自己留着。女郎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您不收，我们心中不安。好，我收下。这笔钱作为队伍的公用之资，到临县统一采买粮草。多谢女郎，我这就去把剩下的箱子搬到您车上。终于来了，一共43骑，都听好，一会儿尽量别伤马，那都是战马，咱们全要带走。你懂剑术？以前皇后娘娘骑射极好，奴在身边跟着学过一些。好，算你一个战力。女郎，他们不会发现我们了吧？不应该，别出声，再看看。放！有埋伏！真想下去杀个痛快。怎么样，都解决了？女郎呢？那当然全干掉了。女郎在坡顶给我们压阵呢。看看我说的对吧？鞋子、腰间、械库里，这是藏钱最多的地方。你们可翻仔细了，这些都是女郎的钱。知道了，绝不错过一个铜钱。还有弓、箭、刀，全捡起来，都是女郎的。呀，她在大腿裤筒里缝了暗带，好多铜板。哎呀，上次我忘记摸大腿了，错失了多少钱啊！都摸仔细点，全身上下都不能放过。早上教他们做事的时候，我态度还行吧2匹重伤活不成了，剩下4匹青山，加起来又得41匹马。老子受不了了！女郎，你们欺人太甚！士可杀，不可辱！你们汉人欺人太甚！学了2句汉语，还真当自己是名士了。6贯多，还有这么多好刀好弓。这马还能走吗？伤太重，活不成了。舍不得扔，这可是肉。女郎，不如把马肉切块带走，往前走30里有个宽敞地方，适合扎营，晚上再细处理。那地方我知道，顺路。好，动作快点，这血腥味太重，容易招人。这辆车腾出来，专门装兵器。董公公，能教教我怎么赶车吗？大家都在干活，我不想拖后腿。我们也想学。女郎，你看这……教他们，以后都得学着自己动手。大将军当保镖，妃嫔和千金小姐赶马车，再不买几个人手，队伍真要转不动了。
我们驻扎到那边，互不影响。您请便。你会做肉干吗？我会简单蒸煮，还会煎肉。我去配点香料，咱们自己做。村司，那么多肉，他们那几个人吃不完吧？李良，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想的别想。这些人看着就不简单，要是得罪了他们，别怪我不顾同村之情。哪能呢？我就随便问问。没用的东西！看你摘的什么野菜，一股臭味儿！阿爹，这里的山只有这种野菜能吃。还敢顶嘴，是不是偷懒了？早知道就把你卖了，还能换点粮食。啥都干不好，吃倒是能吃，家里就是被你吃没的。我没有，就是被黑鸭吃没的，天天就知道吃。阿爹阿娘，我要吃肉。真是苦了我的宝了。阿奶一会儿给你做饼吃。不要吃饼，我就要吃肉。几位贵人，我家宝实在是馋，能不能分点肉给我孙子吃？就一点，半碗就行。没有。都是你个黑心干的玩意儿！快，给他冲点冷水！快快！黑鸭多好的孩子，你们再不喜欢也不能把他往死里逼呀！可怜的孩子。就是啊，再怎么也是你们的第一个孩子，养大了还能换嫁妆呢。造孽呀！这大半家当平日里还都是黑鸭背的呢。这可是我们家唯一煮饭的大陶罐，把你卖了都换不回来，你怎么不去死？行了行了，黑鸭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心疼啥陶罐？说的好听，你要真有那好心，就把你家的陶罐送给我。好像谁愿意管你家事似的。李江，你有没有治烫伤的药？不行，我家可没钱。你们要是给他用，就免费用，要钱没有。一个小丫头用什么药？贱命一条，明天就自己好了。有那药，还不如换成钱给我。李江，给黑鸭弄点药吧，药钱算我的。好，只是他这伤太重，我的草药怕是作用不大。那也要试试。谢谢村司阿爷和李伯父。女郎，您尝尝。好，你一会儿烤了自己吃。吃完把剩下的肉都做成肉干。此处为分县，互不干扰。如若越过此线，当敌论处，后果自负。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，就可怜可怜我那小孙子吧。我给你们买些肉可以吗？不卖。女郎，你看这是我家黑鸭，它力气大，能砍柴、挑水、做饭。我把它卖给你，换些肉和粮食就行。会做饼和馒头吗？会，它甚都会做。你买了它，我只要2碗肉，外加1担粮，再给些盐。1碗肉，外加半斗粮。他已经发烧了吧？你看他腿上的伤，我买了都不一定养得活，能做什么？好，就按您说的办。花鸭吧。我要死了，这么多粮食，贵人亏了。刘娘子，给他看看伤，衣服也给他换一套。我的乖宝，奶给你买了肉回来，快来吃。肉，我有肉吃啦！宝，跑慢些，别摔了。哎呦，
真把黑鸭卖了？那当然。咱也把大鸭和二鸭卖了吧。阿娘，求你们别卖大鸭、二鸭，他们能干活。家里没粮了，总不能都饿死，把他们卖了，咱一大家都能活。那阿奶怎么不卖三鸭？哎呦喂，后奶难做呀，三鸭才多大，谁能要？我这不都是为了这个家？不能卖大鸭二鸭，以后我们再吃少些。老大，你也看到了，咱家没余粮，卖了他们换我们活路。不要卖大鸭、二鸭，求求你了。老大，管管你婆娘。真就到了这一步吗？你体谅下家里，反正就是女子，你还有儿子。这也是为了大鸭、二鸭好，那可是贵人，他们去了是享福的。贵人，我家大鸭和二鸭比黑鸭能干，长得也好，两个一起，只要2碗肉，再加1担粮食就行。不要，刚刚还买了黑鸭呢，我家这2个洗衣做饭啥都会。这样2碗肉再加8斗米，行不？不行。咱们正缺人烧火做饭干粗活，买下他们调教一下，总比大家天天做饭弄得灰头土脸强。贵人，这价格划算，这2个丫头带回去，哪怕帮着队伍烧火做饭也不亏。2人2碗肉，再给你4斗粮，再多没有了。慢！我们想投奔你。你说甚？求贵人收留，我们什么活都能干。逆子，你是要逼死我？她们是女子，那也是我的女儿。我也愿意投奔，求收留我们，只求一家人能在一起。我不同意，老大一家都走了，家里的活谁干？家当谁背？行啊，老大，你在威胁我？那不卖他们了，以后这个家你来做主。在这个家，我能做主吗？这次不卖以后呢？明明还有粮，还没到最后时刻就要拿女儿换粮。等真到了山穷水尽时，是不是毫不犹豫就拿他们？既然在家也是被奴役，最先被舍弃，我还不如自己选一次。求贵人收留我们一家，我们愿意为奴为婢。你不孝，你这个逆子！李大郎，你可想好了，以后你的生死可就不由你说了算。村司，难道我在家，我的生死，我儿女的生死就是我说了算吗？行，不行，我不卖了，大鸭、二鸭我不卖了。我能做主，今天我就担了这不孝的名头，自卖的大可有作证。对，我们可以作证。阿爹，都给你了，算是还了你的生恩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阿爹，以后我们不再是一家人，保重。大郎，我们想去把衣服被褥拿过来。你们的？你哪来的脸说那是你们的？既然做了女郎的奴仆，自有衣服穿。跟我过来，学赶车。退烧药赶紧喝了，马上要出发了。药是给我的。女郎是很好的人，你尽快好起来，才能帮她做事。以后你就叫霜降。我有名字了。李素，你妻子叫孙阿草，你儿子叫李麦，大鸭、二鸭以后叫立春、立秋。谢女郎赐名。立春、二鸭都会做衣裳。很好，有空尽快做几身出来。这身体太弱，必须尽快练出来。前面有一群流民，正往这个方向来。多少人？有武器？大概100人，没正规武器，几乎都拿着木棍，前头几个拿着砍柴刀。 100人流民，如果没有武器，我倒不怕；但如果他们冲入马群惊马，这些马是我的战力，也是底牌，一旦冲散，根本找不回来。只能杀！所有人听令！周岁、谢南萧，你们做前锋，敢靠近队伍的杀！陈曦、董思、骆青瓷，还有李簇、李麦，你们5个第2地队护马，会弓箭的先射杀。明白。是。姚穗、风清竹、刘密，你们负责马车安全，排在最后。敢抢我们东西的，杀！所有人记住，这一仗必须赢，不赢就死。刘娘子，一会儿我真要砍他们吗？砍死吗？砍！抢我们的粮食就是要我们的命，砍死他们！
骑不了马，使不了重兵器，但用刀杀人还是可以的。此是我等休息之地，若敢过来，上！兄弟们，有马，有粮食，还有女人，男人全杀了，女人留着。还好流民够多，瞎猫碰上死兔子了。洛娘子，好剑法！找死！上！这几天的锻炼总算没白费。晨曦，带马群跟上我。董司，控住四周。抢了他们的马车再跑，不然他们有马，很快就能追上我们。兄弟们，冲！别过来！我让你别过来，是你自己过来的。死了千万别来找我。最后一刀，你肯定就不疼了。小心！别碰我女儿！我的手！我的手！救命！我才过了几天好日子，女郎给的药、粮、衣服全要亏了，我不能死！马车是我的了！这些流民能有什么财物？别浪费时间。有人受伤了吗？伤得怎么样？孙阿草和霜降被棍子打中，不过问题不大，我已经给他们上了药，养2天就好。你自己的伤怎么样？严重吗？我没事，都是皮外伤。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，有伤的都上马车，快，动作快些！谢六娘子。谢什么？都是女郎吩咐的。前面有地方适合扎营吗？必须尽快找地方清洗休整。这附近没水，不过前面有个村子，村外有条河，或者顺着河流找地方。女郎，那村子可能已没人了。去看看。我去探路。村子确实没人了。进村过夜。就在这儿停，找个干净院子收拾一下。今天大家都打得不错，能活下来是你们拼命换来的。但我还要说说今天的不足。流民抢我们的粮，抢我们的车马，还想杀我们。你们说，他们该不该杀？该杀！那你们一开始为什么下不了手？你们可知，一旦我们落入他们的手里，会有什么下场？你们第一次遇到这种事，我可以理解。我不是责怪你们，而是要让你们看清现实。面对敌人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记住我今天的话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虽远必诛。你找我，女郎，我想跟着您学武，可以吗？为什么要学武？这几天我终于能吃饱了，我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女郎，我想保护你，保护我们的队伍，下次再遇到危险，我就可以跟着女郎一起战斗。好，你跟周虽学，我晚点跟他说。等我学好了就跟着女郎。
霜降想学武，你带着他，顺便把李素父子一起练了。好，昨天这情况也是流民没正规武器，咱们战力太少，在别人眼里就是块肥肉。用你练兵的法子练他们，特别是霜降，他力气大，如果承受得住，尽快给他安排负重训练。诺。缝结实点儿，缝个2、3层。这法子就地取材，不用扛鼎举石，倒极适合行军中练力，确实好用。你们这马哪儿来的？准备送往哪里？关你何事？你们有马，快逃吧！再敢说话，把你舌头割了！自身难保还想救人，就凭这几个汉人跑得了吗？哼，本来还想留你们一命，既然不识抬举，兄弟们上，女的留着，咱们路上慢慢玩，男的都杀！胆敢这样侮辱我们女郎，死！你们竟敢杀！找死！李素，你们父子俩去看好后面的马群，别让他们受惊。这死丫头！你们从何处来？押送的是何人？前往何处？你敢在曲昭的地界杀我们的人，你们逃不掉的。曲昭的地界，这里什么时候成了你们的地方？再问一次，从何处来？你们是谁？你是大将军？是云慈云老将军。是，求大将军救救我父亲。女郎，这位是车骑将军云慈，一直镇守边关。刘娘子，你过来看看。烫得很。骨头全碎了。我医术有限，这伤我看不了。我只能试试暂时让他把烧退下来，但这腿上的腐肉和断骨，我实在没办法。就没其他办法了吗？我应付不了。那麻烦小娘子了。天气热，你给他把这水喂了，里面我放了特制的退烧药。谢女郎。祖父的烧退下来了。女郎，那还要配退烧药吗？他的高烧肯定会反复，你先熬好药备着，烧起来就让他喝。明白？云某感激两位的救命之恩，也谢女郎救治家父。不必客气。东北军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曲昭和鲛人联合围攻柳湘郡，两族联手。我们没有外援，粮草耗尽，一路退到寿里县。半个月前，城破了。东北军都除了个别被打散的，几乎全战死了。受伤被俘的也都被曲昭人杀了。他们要把你们押往何处？母亲，他们想把我们押过去，当着所有汉人百姓的面审判，然后处死。临县还有多少路程？城里应该有医师吧？女郎，您是要去临县给我父亲找医师？未尝不可，总要试试。云某先替家父谢过女郎。
临县距离此地约莫200多里。50后休息1刻钟就出发，加快速度，争取明天上午进城。诺，大恩不言谢，有用得着云某的地方，必不推辞。看好马群，等信号行事。如何？但说无妨。保住他的命是可以的，但这腿想完好，老朽无能为力。郎中，你看着办就行。没其他办法吗？这腿不能接骨。单纯脱臼自然可以接，但他骨头断裂的非常严重，能保住命已是不易。我帮他稍微处理一下，让他以后好受些。但想重新站起来，确实没办法了。那麻烦郎中了。郎中，你这医馆可否让病人住宿？他的腿不方便移动。病人可以住，不过就1间1房。我明白，病人和照顾他的人留下，我们另外找地方。我去买些粮食，你在医馆守着，钱不够等我回来再说。多谢女郎。小娘子，现在粮价可不便宜，上好的大米要490文一担。我买的多，你给算便宜些。不知小娘子要买多少？10担大米，细面粗面也要，有夫子也都包上。好，这就给小娘子备上。小红，别乱跑，有人来就叫2声。今晚又要行动，记得到时开城门。放心，4个门都开。这临县的粮仓都快装不下了，得赶紧运些去武沁。高县令确实高明，上次那大粮商带来的几千担，还有富商王佑的金银布帛，全落进咱们口袋。他还落了个爱民如子的好名声。现在汉人都往临县跑，谁能想到整个县衙早成了咱们取招的钱袋子？可惜那县尉太死板，他女儿夏大娘子倒是厉害，不仅跑了，还杀了咱们几个人。行了，差不多换班，走吧。贼喊捉贼，临县根本是个巨大的杀猪盘。看好车。小娘子回来了，里面如何？腿伤处理好了，也开了药。多谢救命之恩，以后但凡用得着的地方，只要不违背道义，尽管吩咐。云老先生不必客气，举手之劳。云三郎，借一步说话。临县是个陷阱，高县令是取招人的傀儡，他们今晚就会大开城门，把抢来的汉人钱粮运送出去。欺人太甚！女郎想怎么办？今晚城里必定大乱，不仅运粮，恐怕还会借盗匪之名再度洗劫。原定计划取消，一会儿我跟董司去买人，你们去多抓几天的药。今晚云老先生和董司先出城。女郎和大将军不一起出城？你们早做准备就是。董司，走，跟我去奴室。女郎，这2个如何？时间不多了，今晚临县这盘棋我来下。他们以前是做什么的？以前在一户人家做厨娘子，饭食做得极好。半个月前城里进匪贼，那户人家被抢光，养不起奴仆，只能发卖。抬起头来。求求郎主，把我儿一起买了吧，他很听话的，什么都能做。规矩不懂吗？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他们是母子，贵人如若把这几人全买了，这小儿我白跑得快吗？快，我儿跑得快，他能帮我烧火打下手，他很能干的。行，这9个人10贯钱，要不再多挑几个？再挑6个青壮就行，到此为止。不再多带点人？人多控不住，今天情况特殊，万一买的太多，出城被卡，得不偿失。女郎，请留步。有事？不知女郎是何原因突然决定离开临县？突然想起家里有事，匆匆离开而已。冒昧问一句，女郎可是去往何处？南方吗？我往北去。可是去舒县？
你可知舒县也是这临县高县令的势力范围？不是，郎中有话直说。老朽穆卓今日如此冒昧，只为活命。女郎也发现了临县的不对劲吧？半个月前，临县遭遇匪劫，我们医馆钱财被抢空，还死了一名药童，这不是第一次。少则半月，多则3月，临县必来又会有动作。穆郎中意欲何为？不知老朽可否和女郎同行？作为回报，我愿为云老先生免费看诊。你可知我欲往何处，就要跟我同行。我相信云老先生，老朽有幸见过车骑将军几面，所以之前我就认出他来。留在临县，早晚是死，不如搏一把。穆郎中确定要跟我们同行？是，可以。不过不单是免费帮云老先生看诊，我们队伍如若有需要，穆郎中也需帮忙。一定，一定。那你尽快收拾行李，我们必须在城门关闭之前出城。女郎，家里的马车放不下这么多药材，不知您的马车可否匀出些位置？半个月前我们刚被抢过，买了一辆马车和药材后，手头实在没钱了。你们都会赶马车吗？除了女眷，我等都会。马车的事我来解决，你们尽快整理药材，舍不得扔的全带走。加上穆家的，一共7辆马车，目标太大，分成3队，从3个城门出。诺。这不是穆家的人吗？这古节眼上出城干什么？军爷，实在是有急事要去舒县，通融则可。你们准备去舒县？我那边有亲戚出了点事儿，这才着急连夜赶路。想着舒县毕竟也是高县令的地盘。走吧。女郎，那个少年有什么问题吗？云家，云承轩。你是说云将军和大长公主？正是，当年大长公公主下嫁平西将军云少，云少天生神力，屡立奇功，可惜生了个儿子，文不成武不就，只知流连女色，正妻被活活气死，留下云承轩由大长公主亲自抚养。直到那场蒲南之战，2万将士被围困2个月，兵败失守，云少与2万兵马无一生还。求求你们通融通融，小公子烧得浑身滚烫。刘姨娘有令，她病重需要静养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府。13年前的那场高烧，让他成了智力永远停留在3岁。拿着，干得不错。在定阳，这个比我小3岁的傻侄子，比那些兄弟姐妹还要亲近。云承轩，是我。姑姑，姑姑是你吗？吃完嘴里的东西再说话。姑姑，你怎么变丑了？你怎么长这么高了？李嬷嬷呢？她去天上了，半年前就去了。你怎么到了临县？那天城里好多人往外跑，有火还有血，我害怕就跟着跑出了城。我去了隐山寺找你，可是寺里全是火，我以为你也去天上了。我在寺外喊了好久，没人理我，我就一直走到了这里。以后跟着姑姑吧。我当然要跟着姑姑。姑姑，给你吃，你不要怕，以后我帮你打坏人，给你蒸馒头吃。姑姑吃过了，走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得，又要养个大卫华。姑姑，我是不是吃太多了？不多。姑姑，你是不是扛了很多麻袋才能挣这么多钱？我以后多扛麻袋，肯定能养你。我不扛麻袋。这是好找的呀。
老吴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奇怪，刚刚明明看到有人影的，怎么突然没了？肯定是树荫子眼花了。可能是我看错了吧？你是不是紧张了？等他们来了，咱们看着他们把梁拉走就行。行了，继续巡逻吧，都警醒些。说起来，他们做匪真好，听说抢百姓的东西还能自己藏一部分。你有没有发现车好像少了？没有吧？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别想了，怎么可能少了？我们一直守着大门，可能是我看错了。嘿嘿，现在的日子可比之前好过多了。可不是，曲兆人其实也没那么可怕。咱们现在和他们合作的很好。什么合作？以后我们就是曲兆人了。你在干嘛？他们不知怎么晕倒了，你们赶紧过来看看。不是，你们就是再想也不能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干这事。不是，我没有，你们别误会。你小子不是享受过吗？就是你这也太猛了吧！1对2，还把人给干废了。我真没有，你们要相信我。上帝给你们一根金箍棒，你们却用来做搅屎棍，实在是。你说什么？不对，你们不是2人一组吗？怎么是3个人？因为我是多出来的呀。粮仓的巡逻和车马我都清了，粮食没动多少，给百姓留着。城外那帮盗匪进城有1刻钟了，到处都在抢，现在动手吗？拿着，跟着周睢，听他指挥。这刀将就用，以后姑姑给你找更好的。我不能跟着姑姑吗？听话，我有别的事。好吧。你去县衙，我去高宅找高县令的司库。高县令如果在高宅，我杀；如果在县衙，你杀。明白。外面又乱起来了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你就知足吧，咱这高宅安全着呢。郎主就是太辛苦，大半夜又去了衙门，都怪这些盗匪。高县令去了衙门，周睢那边压力肯定不小，得放把火，乱起来才好办事。走水了，快救火！大家都去救火，这儿还有人守。肯定是库房，前面都烧成什么样了？你们怎么不去救火？你是哪个房的？怎么没见过你？我是哪个房的你都不知道？算了，我拿件东西给你们看看。竟然没放金榜银饼，就这么点金银物件和铜钱。既然库房没大钱，那就应该在书房。既然送上门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外面太混乱了，人多眼杂。两位怎么没去救火？救火不是我们的职责，你快！你是何方妖孽？还以为是高手，就这。这书架绝对有暗示机关。
让开，让开！我去告知狼主，府邸起火了。怎么多了一个女人？高县令再怕死也不至于布置这么多人。难道这些人是冲着他来的？周虽他们只是碰巧撞进了杀局，中间那个矮个子应该就是高县令了。夏大娘子，何不束手就擒？我等让你死个痛快，也不必受苦。不错，夏娘子何必苦苦坚持？如若你愿意做我家郎主的侍妾，乖乖侍奉，或许郎主还能饶你一命呢。你看你何苦来着？哼，我们郎主能看上你就知足吧。我设下天罗地网，就等夏禅一阵，上门送死。怎么突然冒出2个杀神？要不是暗中还埋伏了40名死士，今晚恐怕真让他们突围了。这距离手枪足够了，先解决掉那个武将，免得杀高县令时被他察觉。不好，有敌袭，有暗器！撤！你们什么情况？我们刚摸进县衙，还没来得及动手，这位娘子就先冲了出去。我们一暴露，就被弓箭手和几十个士兵围了。你是夏大娘子，我是夏禅一，你认识我？你之前刺杀过高县令，这次是高县令针对你的局。是，这次要不是你们，我必死无疑。救命之恩，铭记于心，敢问恩人姓名？姓江。伤得怎么样？就划破了皮，没事儿。你们是要离开了吗？是，高县令已死，现在趁乱离开是最好时机。不知几位恩人可否帮忙，一起去大牢救人？我们救你一命已是不错，你还敢得寸进尺？理由，今晚你们去县衙也是为了杀高县令，那你们肯定发现他跟曲兆人合谋的事了。他一死，临县必会陷入争权，但有能力上位的几个人同样会步高县令后尘，继续把汉人的钱粮供应曲兆人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杀错了？杀的没错，高县令在百姓中有威望，号召力强，换了别人上位，危害反而小些。去大牢救的人叫洛览，他曾是我父亲得力干将，因不愿配合高县令一直被关押，他家人皆死于曲兆人之手，极其厌恶蛮族，若让他做县长，必然会跟蛮族抗战到底。既然如此，高县令为何不杀他？洛览武艺极高，以前和高县令交情不错，高县令应该还想用他。监狱什么情况？守备多吗？今天有不少人去粮仓帮忙了，狱卒防备薄弱，是个机会。夏大娘子，可有其他话没说？不知我是否有幸跟在女郎身边？为何？洛览确实有胆气对抗蛮夷，是适合临县的领导者，但他做事不择手段，很多做法我不赞同。我复仇已报，却发现天下之大，竟不知能去往何处。你可以跟在我身边，不过在我的队伍必须服从命令。如若有一天想离开，可直接和我说，我自会同意，但绝不能背叛，这是我的底线。我必不背叛。谢女郎。有伤的都处理一下，1刻钟后出发。肉，吃完一会儿还得干活，可不能睡了。我烧了，我一会儿肯定好好干。上马！撤！谁？站住！你们速度快些！
他是所前，以前是军医，他想跟我们走。如果女郎觉得不妥，我们把他放下即可。老朽可以帮你们看诊。我只是3天没正经吃过东西，饿的，身体没问题的。跟上。夏大娘子是什么意思？救我们出来，她自己走了？大概觉得我不配吧。刚才那2人武艺高强，难道是夏大娘子投靠的主家？所前那只狼心狗肺，竟然跟着夏大娘子跑了！走，去县衙。狼群来了，大家快做准备！青壮年过来拿刀，到外围守卫。李肃父子安抚马群，妇孺立刻点火堆，越多越好，往外围放，动作快！快，把木柴抱过去，点火！上！还好还好，没想到女郎的队伍里有这么多高手。女郎，您回来了。怎么回事？遇到20几头狼夜袭，已经全灭了，正处理血腥味。没人受伤吧？没。这位是云大郎？对，给他找个地方休息，给他弄点吃的。明白，女郎放心，我来安排。您早点歇着。青竹，夏禅医交给你安排。是。物资该盘点一下了。昨天买的15人中有9个是青壮年，我准备把这9人正式训练成士兵。既然练兵，就要定规矩。以后士兵的编制按班、排、连、营、团。排、连，这是什么武官名头？不要管以前的大将军通统怎么叫，按我的规矩来，10人为一班，3班为一排，3排为一连。框架先立下，人我们慢慢填。周睢在。你负责整个队伍的安全和路程侦查，云雨他们几人全部听从你的安排。从今天起，队伍按职能细分。谢南萧在。你担任临时班长，队伍里的士兵交由你管理训练。诺。晨曦，马群的喂养和安全归你。李肃父子和新买的车奴由你调配。诺。风清竹，新买的厨娘、婢子，还有孙阿草母女都由你统管。刘密，你有空多制作些伤药和防蚊中药粉。洛青瓷，士兵的衣物你来负责，衣服必须统一。另外多做些负重沙袋，训练马上要用。诺。风清竹、刘密，你们几位空闲时也要帮着洛青瓷赶制衣物和沙袋。诺。大家都有能帮到女郎，那我呢？是啊。董思，以后队伍的后勤全归你管。定不辜负女郎信任。这是什么人？有马不骑，也不怕中暑。你没看他们衣服都一样，我感觉他们在练兵。都是粗布麻衣练兵，估计是哪些贵人伐奴玩呢。
女郎，那英式卖奴的商队要买吗？买。这几天高强度训练，之前买的青少年多少有了归属感，现在最缺的就是人手，是时候增加士兵了。你们是何人？要作甚？你们可是卖奴的，我家女郎想买奴。请问想要买几奴？可否到那边树荫下详谈？实在太热。在下没胜，不知女郎想买几奴？你看看我的这些奴，全是青壮，身强体壮。这些奴是你生抢来的？自然不是，我虽是一介商人，但也不能干那缺德事儿。这些都是正规渠道来的，有自卖的官奴、榜首，只为路上方便管理。让他们站直了，我要亲自挑。你这些我都要了，给个最低价。女郎全要了，您有眼光，一奴2贯如何？贵了，你看看他们瘦的，风一吹就能倒，我起码得养好长一段时间，他们才能干活。话不能这样说，他们都是壮劳力，吃饱了就有力气。不如何？你是欺我家女郎年幼不懂价，这不行，这本钱我都收不回来。这些奴最高1贯，顶天了。行，就依你这底线价。女郎可是要去何处？若我下次还有货物，我准备去歌凤看看，你若有货，可往歌凤来。那地方极其贫瘠，人口也不多。无妨，我先去看看。女郎，前面2里地有片地方适合扎营，是否现在过去？有缘再见。辛苦你了，女郎客气，我会尽快做出来。女郎，我父亲想找你谈谈，不知是否有空？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云老先生找我何事？女郎可是有问鼎天下之心？问鼎天下不敢当，不过是想寻一处安身之地罢了。这天下无一处能容得下我，那我只能为自己打造一片净土。女郎可曾想过粮草从何而来？现在队伍接近100人，但是粮食就要不少。云老先生放心，我心中有数，粮食我有。不知女郎可否告知您的身份？江锦，燕地6女，封号锦阳。不必如此，如今国都没了，哪还有什么公主？臣愧对皇上，愧对燕国，愧对百姓。很多事是人力所不及的，云老先生不必愧疚。如今国破家亡，我只能谋一处安身立足之地，也希望能为我燕国百姓谋一片福地。不知女郎可否收下云雨4人？他们曾是燕国的武将，为燕国出生入死，如今无国可依，无家可归，请女郎收下他们。你可问过他们意见？那是自然，他们都是同意的。我同意了。午时后你让他们过来找我。诺。既然人齐了，开会。编制的问题大家都清楚了，我侧重讲一下为什么9人或是12人为一班。这涉及到3-3战术，这种小组协同作战灵活多变，不管是丛林战还是小规模遭遇战，哪怕出现伤亡也能最快补位。精妙，若能在布阵中稍加变化，这战术几乎无孔不入。今天刚买的62人，我准备全部训练成士兵。男奴45人，分4个班，由云雨等人担任临时班长。女奴17人，加上双将，暂定为一个加强班。夏禅一，你来做这个女兵加强班的班长。是。目前所有6个班全部由周水统领。针对行军路上的练兵，大家有什么建议？可以增加摔跤和对抗训练，不要求精通，但关键时刻也能上马。就按这个思路办，班与班之间还可以搞对抗，把他们的胜负欲逼出来。不要求精通，但就按这个思路办。人一下多出这么多，明面上的粮食根本撑不到歌凤，得想办法弄点补给了。前面路边的密林里有埋伏，估计几10个人，是山匪。我们人这么多，兵强马壮的，他们应该不敢动手吧？他们不敢动手，不代表我们不动手。来都来了，刚好缺粮，这可是自己送上门的补给，还能给新兵练手，顺便为民除害，一举3得。我们可以从这个位置绕过去，给他们补饺子。见过血的兵才算是真正的兵。这次任务交给最先训练的1班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娘的，这天真热，连个路过的人影都没有。现在丰州都是曲赵人的地盘，汉人哪还活得下去？大哥，路上没人，咱们干脆进村抢吧。正是秋收的时候，村子早被曲赵人盯上了，要抢也得等曲赵人抢完了，咱们再去捡漏。大哥，前面来了一拨人，有上百号人，
好几十匹马，还有好多辆马车。有马，还有马车，有粮食和女人吗？上百号人，护卫肯定不少吧？护卫是不少，看着都身强体壮的，但马车看着沉，粮食绝对少不了。而且确实有女人。这么肥的羊，到底是干还是不干？肥羊，大哥，动手吗？不，大家都别动，能抢就抢，不能抢就放弃，命最重要，放他们过。平时怎么教你的？这是战场，想死吗？我们都没动手，为什么要杀我们？姑姑，干嘛不让我上？你去干嘛？切菜吗？我不嫌弃他们菜，我刚好可以切一切。老实待着。各位好汉，我们没招惹你们啊，为什么要打我们？到底是为什么？为甚？拦在路上不就是为了抢劫我们？我们没有，我们真没想抢你们，你们冤枉人。没想抢，是因为我们实力强，人数多。别在这委屈，死在你们手里的百姓不知反几。这次上山你负责，山匪全杀了，物资记得带下来。诺。禅一，附近可有适合扎营之地？往前5里地有处水源，树林茂密，地势平坦。女郎，那边留了几个人等大将军他们，尸体处理干净了，营地周围的巡逻也已安排妥当。这里距离歌凤还有1200里。按现在的行程速度，还有好几天才到。女郎赶时间？不赶，就按现在的进度。这段时间辛苦些，晚上加练，阵型、刀法、射箭都不能停。歌凤只是个小城，守军一般不超100人，女郎不必太担忧。我担心的不是打不下来，而是打下来之后怎么守得住。我们手里的人还是太少。女郎，山上的山匪全清了，得粮约50吨，还有蔬菜、活禽，另外搜出了些铜板和金银配饰。不错，做得好。山上还有10多位女子和3名男子是被山匪抓上去的，我分开问过口供，没问题，就一并带下来了，看您怎么处置。问问他们，想回家的给点钱粮让他们走。问过了，只有2名女子家在附近想回去，其余的无处可去，想留下来。行，留下的服从安排，年轻身体好的去当兵，其他进后勤组。回家的那2个人，每人给50铜钱，5斤粮。好。等等，那2人等我们拔营离开后再让他们走。活禽太多不好带，留下几只装筐，其余的中午直接加餐。全杀了。今天杀敌有功的战士，杀1人奖1个鸡腿，杀2人奖2个，以此类推，把规矩立下去。明白。原来我真的不是没用的东西。女郎说的对，我们女人一样能靠自己挣出活路。下午老子就去加练，下次高低得啃上这口肉。霜降，在。今日拦截队一战，你1人砍杀2名山匪。从现在起，你提为班长。是。
我们是不是选错了？回去还能有我们的位置吗？我太想我的娃子了。走吧。请。前面有骑兵过来，听声音可能有几百骑。潜入密林，隐蔽身形，快！天时地利都不行，不然非把这些拿下。这些是取招精锐，是，很有可能林县脱离了他们的控制。继续出发。刚死没多久，大部分是刀伤，路上有杂乱的脚印和马蹄音，是生抢。应该是。女郎，去看看吧，看样子有10几匹马。一般跟我骑马前进，姚穗你守护大队伍。是。女郎，我也去凑个热闹。一班解沙袋，上马。功劳都被一班占去了。没事儿，咱们多练练，很快就轮到了。看到没有？只要苦练，把实力提上去，就能立功，就能吃鸡腿。吃鸡腿！姐妹们，敢不敢再加2个负重沙袋？敢！羡慕了，你的兵可有这股劲儿？我哪儿还有兵？可惜我的腿，不然我可不输这些年轻人。儿呀，放我下来！你自己逃命去，别管我了。我们得救了，阿娘，有人来救我们汉人了。你们可知道我是谁？敢杀我们曲赵人？杀的就是你们曲赵人。快，把乡亲们身上的绳子割开！谢谢军爷。要谢就谢我们女郎，是她下令救你们的。都给我摸仔细点，大腿暗袋必须摸。曲赵人最喜欢把钱藏那儿，私密处也捏一捏，里面也可能藏钱。动作快点，记住，这些钱物全是郎供你们吃喝，你们得懂得感恩。是，必须感恩。谢女郎救了我和我阿娘的命。不必客气，快起来。村司，我是梨花村村司孙毅，谢女郎救了我们全村的性命，举手之劳。你们从哪儿来？准备去何处？我们是崇州蒲南郡的村民，本想去丰州临县，听说那是咱们汉人的城，可路上听说临县发生动乱，我们不敢去了。2个村商量改道去舒县，没想到在这儿撞上了曲赵人。崇州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你们怎么一路逃到丰州来了？我们不得不逃，
他们抢夺粮食，用锁链把汉人掳去做奴隶，粮食匮乏之时，并拿我们汉人充当口粮。燕国怎么说没就没了？我们国都没了，我们能去哪儿？老天爷这是不让我们汉人活了！你刚刚说下一步准备前往舒县，为什么选择去舒县？我们不知舒县情况，只听说那边是汉人当政。女郎可是知道舒县情况？我确实听了些传言，听说舒县其实是被曲昭人掌控，好吸引更多汉人过去。此话当真？我没亲自去过，具体的也不清楚，是在临县听说的。吸引我们汉人过去，这是为何？当然是为了钱物。女郎准备去哪儿？我们准备去歌凤。歌凤？女郎，歌凤也是曲造人管辖，可不能去呀。我过去有事。女郎，女郎，那些曲昭人有钱呢，总得搜出6贯多铜钱，没想到还有金子，这2个起码有3两金。你做得很好，继续保持。都是女郎教导的好。村司，他们真说舒县有问题？只怕是真的。大家商量一下，我们下一步去哪儿？那不如就去临县，听说临县现在是我们汉人掌控了，应该没事吧？临县刚一守，曲昭人只怕不会罢休。我们去了自身难保，难道真的只能去4州？我们去不了4州，我去问问救我们的女郎，看看她能不能为我们指条明路。我知道我这个问题可能很无理，但我还是想问问，女郎去歌凤是长期居住，还是办完事儿就离开？如果事情顺利，我将在歌凤常住。女郎可知歌凤是边城，更是贫瘠之地。村司有话直说无妨。我想请女郎给我们指一条路，我们实在是不知该去往何处。村司是想跟我去歌凤谋份安定之所。是，女郎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如果女郎觉得歌凤能常住，就表示歌凤必有常住的理由。我们逃难至今，村人没了一半，粮食也被抢了大半，走不了多远了。如果歌凤有活路，村司就如此信我。那是自然。这次若不是女郎，我们不是被杀，就是被抓去做奴，是女郎救了我们的命。可以，你们可前往歌凤。只是我们的行进速度，你们只怕跟不上。村司，歌凤是边城，还是曲昭人管的？咱们汉人去了能有好吗？对，我听说那边土地贫瘠，种不出庄稼，去了我们怎么生活？是呀，就算能进城，边关小城能有什么活路？那你们觉得我们应去何处？老天爷是不让我们活呀！好了，总要活着。大家规整一下，尽快出发。要是能跟在女郎队伍后面，咱们的安全就有了一定保障。按尸体腐败情况来看，这些人应该死了2天，尸体上刀口差不多，是同一种规格的刀所制。那边的草地上还有马蹄印和马粪，蛮夷做的，也可能是暴民或是山匪做的。能判断多少人吗？时间也比较久了，不太确定有几起。来人，把他们埋了，入土为安。姑姑，咱们上山打猎吧。昨天不是刚吃肉吗？姑姑，我想吃兔兔了，兔兔好吃。你确定这山有兔子？山那么大，肯定有，到时候我给你烤兔兔吃。好。女郎，你们要去哪儿？我和程轩上山一趟，很快就回来，你们忙你们的。女郎，不用派人跟着你吗？不必。姑姑，我背你。姑姑不是小时候的姑姑了，不用你背，你速度快，你就先上。好的，姑姑，那我先去给你打兔兔。注意安全。知道了。不好，程轩！
袁承轩，用匕首。姑姑，我没事，你别放箭。我要留一张完整的虎皮，给你做虎皮大衣。这时候不想着赶紧杀虎，还惦记着虎皮大衣，怪不得不用匕首。我让你跑，让你跑！乖乖给我姑姑做大衣不好吗？非要跑！老虎还真不好打，跑太快了，差点没追上。你没事吧？姑姑，你的虎皮大衣，以后可不能这么莽撞了。万一这深山里还有其他猛兽，你被他们围攻怎么办？那姑姑不就有更多的虎皮大衣了吗？姑姑，怎么样？很好，你做得很好。但下次遇到危险，记得等姑姑一起，知道吗？走吧，我们下山。姑姑，兔兔还没打到呢，我想吃兔兔。这么大一头老虎，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弄下去呢。乖，今天我们吃虎肉，兔兔以后再吃。姑姑，我要吃兔兔，兔兔好吃。女郎，你抓到这么多兔子，好厉害！这老虎你们看怎么处理？虎皮要好好的，我要给姑姑做大衣，包在我身上。队伍里有人会削皮子，肯定弄好。虎骨可是上好药材，能交给我处理吗？好，兔子留2对公母养着，特别是这只怀崽的，其他的处理了。好嘞。姑姑好了吗？好香，加了什么这么香？吃吧，看你能不能吃辣。姑姑，你对我太好了，以后我肯定给你养老送终。我谢谢你。女郎，你先吃。我自己烤，你吃你的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想吃的自己烤，10几只兔子呢。看什么？老姚，我有点事儿，你帮我看着这帮小子。我也有点事，帮我也看一下。站！汉人和屈赵人合作打劫，有意思。打劫的和被劫的都停一下！住手！不想死的就滚！我可以救你，但你这些货和物要分我80%作为报酬，你觉得如何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也看到了，如果我不出手，你们必然是打不过他们的。你们死了，所有的货都是他们的，岂不是白死？我现在不但救你们性命，还帮你们保住2成，是不是很划算？再说了，等他们把你们干掉，我再干掉他们，能得全部的货，算下来我其实亏了。我只是看在大家都是汉人的份上，才出手相帮，给的价非常优惠了，你考虑考虑。你们就2人，怎么就我等？你们可别小看我们。再说，谁说我们只有2人的？现在我只问你，这买卖你做不做？狂妄！我同意，请女郎救我们，我愿出80%货物作为报酬。你做了个不错的选择。杀！把他们全都杀了！
记得留2个活口。诺。江女郎，救命之恩没齿难忘。我们清点过了，运粮板车一共55辆，其中40辆稻谷，15辆小麦，每辆车大约10担。之前说好的8成就是44车，这个没错吧？没错。那您这些粮食怎么运输？我都给您搬下来。何掌柜，你搞错了。我当时说的是货和物，包含了拖货的板车和马。我没要你的车夫以及护卫骑的马，已经很大方了。什么？何掌柜没听清吗？我做生意从来童叟无欺。何掌柜准备运这些粮食去哪里？是跟人说好的货？本想运去舒县，听朋友说那边缺粮能卖高价，想去赚一笔，没想到。何掌柜没听说临县的事儿吗？您是说之前临县县令为取诏所控之事，这和舒县有什么关系？舒县其实也是高县令的势力范围。还有，你这次被抢的事只怕不简单，城里被暴民抢掠次数多了，容易惹人怀疑，那就在路上抢。你是说舒县故意放出口风，引我们这些商贾运物资过去，然后杀人掠货？女郎，那2人交代了，他们是舒县的人，专门守在这一带，遇到运输大量物资的商队就抢。没什么问的就杀了，马匹规整规整，尸体埋了。对了，那44车粮食连着板车和马都是我们的，你安排人赶车。何掌柜，剩下的11车粮食卖吗？自然是卖的，女郎要买。对，不知价格怎么样？最好连你们的板车和马也一起卖给我。板车和马都不卖了，我们这些运粮的人还得回去，没马太慢了。那你要帮我运到目的地，不然这些粮食我不好带。如果担心，不用送到城里，到时候帮我放城外就行。如果我真要杀你，刚刚就杀了，没必要多此一举。那行，稻谷算多少钱一担？算你300钱一担吧。好，我先付你1半定金。不急，到了你再给我吧。女郎，这次缴获劫匪马匹59匹，还有不少兵器。很好，兵器都放马车去。加上河离那边的44匹，现在有170多匹马，够组建骑兵连了。可惜人手还是不够。6贯多，这些人太穷了，出门就带这么点钱，鄙视他们。不行，得让他们生小兔子，以后让你吃个够。那什么时候生？我现在就想吃。晚上有虎肉，够你吃了。这帮人的战斗力太不一般了。何掌柜，哪里人？从哪儿来？从娟州的大兴郡来。大兴郡靠海，没被焦人占领。焦人倒是想攻，不过我们有左将军，目前还算稳定。定阳被困时，左将军也是求救对象之一。看来他不是来不了，是不想来。左将军怎么允许你们把粮食往外卖？明白了，何掌柜，下次有货可来割俸，粮食、盐油、马匹、布帛、奴隶，我全收。你确定？你有多少，我收多少。奴隶只要青壮年吗？能干活的都行，有御寒的棉花也可以。您太看得起我了，棉花可不好搞。不管他要在割缝做什么，这也是一条长线大生意，起码讲诚信。离舒县不远了，下一步该落子了。